其实小孩子失踪，报纸有报道，那么一定是很严重的，可以是给人家绑票啊，给人家拐卖啊。Police searching for the missing 80-year-old girl from China. 黄娜失踪了大概21天，失踪的地点是在大巴窑。麦当劳的2个小黄荣文12岁，听讲出门后就离去不明。这个案件啊，轰动3个国家。我们很怕看到 missing 这字眼，手脚都会抖啊。很多小孩子都找不回。我的妹妹失踪，那个时间也是大概是1到2个小时。怎么会有发生这样的事？小孩都跟人无冤无仇了啊！吴明珠小妹妹1980年11月19日被发现死亡时，年仅8岁。我是邱美玲，我是新加坡罪案图书馆的义工。2021年，美玲和其他义工在互联网平台呼吁吴明珠命案的知情者提供线索。托付人是受害者的哥哥明海。我是想开案，我跟他讲我要开案，但是我不懂得怎样做。我们时不时的把这个案子放在我们的面书和 social media， 可以提醒大家求助者希望从我们这里寻找一些答案。今天天气也是算是好，应该好一点。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你一直要提心吊胆？我说我一直被蛇咬哦，10连怕精神。我是吴明珠的阿姨。阿姨，你有看到吗？这个花哦，好像都不是我们放的。我们来的几次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放的。吴明珠在1980年11月19号失踪了2个多小时，凶手却失踪40多年，身份到现在还是个谜。我叫何英，我是在1970年进报馆的，大概是70、80年代的时候，那警方在这个日常的记者会上啊，邀请这个目击者提供情报了。那有时警方也会献赏，所谓献赏啊，多数是家属出钱啊，通过警察总监的名义来献赏。吴明珠的父母悬赏1万元，寻找命案真相。1980年，明海和父母及4个兄弟姐妹住在甘榜惹兰博都亚，在裕朗路第6乡道，也就是今天的5级巴都。好像这个嘞，我们大概就是说，我的家以前好像是在这个位置，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邻居的店啊。跟联络所的位置所在。1980年11月19日晚上8点多，为了庆祝明珠考到好成绩，兄妹分头去买吃的。明海那个时候10岁，他去买炒粿条，明珠去买零食。去到外面呢，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到我们家对面的一个属于小店啊。阿珠啊，我去那边，你去那边 ，OK？ 零食店其实是在我们的那个家前面的，过一个马路就在家前面了。我也没有注意他是不是有去到那个零食的店，还是他还是在那边等。我跟他讲好了，我就直接走去我要买的东西了。我就直接往前走了，因为以前的那些路啊，其实四周围也是有一些树啊，这些会挡住啊。
大概有可能9点钟啊这样的时间，大家就休息了。我妈妈当时她也是在我们家前方的那个店。其实我这个妹妹吴明珠，她其实她本来也是应该要到那个店去买一些零食，但是也没有人看到她有没有到那个店里去。阿朱在哪里？为什么还没来？现在都几点了？当我回去的时候，我并没有发现妹妹不在，只是我的父母他们就说在我们全部人要睡觉的时候，发现妹妹没有在家，所以说我们就到处去找。你在哪里，阿朱？夜里寻人，惊动了一些邻居。以前我们真的是有一些顽皮啊，我们有时我又会躲在一些地方啊。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人，就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如果小孩子失踪，那么市面上就很多传说，更加怕人。70、8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有造那个汽车天桥嘛，那么就有那种谣言说，哦，是不是这个失踪的小孩子啊，那么砍头济桥这样的。前面的那个店的一个女主人呢，她就告诉我爸爸，因为他们已经找了一段时间，那又找不到人，所以他说不然你就去庙看看。这有点怪，不要说小孩，大人白天都不会去甘榜的那座小庙。其实我们的家是看不到那个庙的，你要下到大陆的那个地方啊，你才会看到那个庙的位置。My name is Adam Abdul Rashid. I'm 65 years old now. I joined the police force in 1975 at the age of 18. On November 19, 1980, I was on Section 2 duty, which means my shift starts from 3 o'clock and finish at 11. In the last hour of my shift, right, I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my ops room to proceed to Jalan Petua. I saw a Chinese man, I believe it's the father, and he's cradling a girl. The girl is lifeless. The father was like crying. It was heart-wrenching for me. As much as I hate it, but I have to separate the father, ask the father to put back the girl on the ground, and then I have to push back whatever people that's there so that the scene of crime can be preserved. Shot one, take one. 我是陈伟林教授，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副教务长，也是法政科主任。发生命案的时候，尽量什么都不要碰，尽量保全现场的原貌。但是在法医和警方来之前，吴明珠的身体被触碰过，很小很小的毛发，很小很小的纤维、土壤，都会有可能就会不见掉。在吴明珠这个案件，她的尸体跟我们说了很多话。失踪才2个多小时，吴明珠的遗体如何能揭发她在那短时间内的经历？时间推进20多年，儿童失踪案再度发生。哇！所以每天这个母亲呢，就到处去，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看到庙就进去拜，白天再找比较好。哦，这样很危险。我们报社的记者也就跟着他到处去寻找女儿了。哇！Singaporeans fanned out across the island today in search of Huang Na. More than 120 volunteers also handed out thousands of flyers. It's almost become a movement. 我叫谢崇文，是退休的新闻工作者，采访过体育新闻，后来负责意外新闻，兼顾这个法庭新闻。黄娜事件刚好发生在我负责意外新闻的期间，这个新闻我们前后追踪了59天。黄淑英陪女儿黄娜从中国福建到新加坡读书。认识这孩子的人说，
黄娜胆子大又容易亲近人，才8岁，相当机灵。他住在附近这里，妈妈带来他买菜咯，跟着来咯，他就很活泼这样他那个远远看到我就叫安哥安哥了咯。后来我很喜欢给他拿几粒水果给他吃咯。他自己很厉害啊！你看，小学搭车自己回家，过马路过个大路走回去咯，没有带他的，他自己回家。黄娜失踪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2004年10月10号。她的妈妈回乡，当时将黄娜委托给巴西班让果菜批发中心的员工照顾。拜六礼拜天，他阿姨来说王娜去哪里呀？他说没有来今天。那个卖水的，他说王娜不见掉了咯，为什么这样啊？不知道是乱跑到哪里去了。过了2天之后呢，黄娜的母亲黄淑英从中国福田回来新加坡，罪案图书馆也帮忙追踪这个新闻。我的名字是陈静南，我是罪案图书馆的创办人。如果一个人失踪的时候，是最短的时间，赶快把这个消息分出去，就看有没有公众可以借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看有什么这个线索。我就立刻组织这个义工的团体，我就跟各位媒体联系。兵分了好几十个路啊，每一个哪一个方向啊，去哪里？那时候好10几个媒体在追踪啦。我们有用罗里车放海报，我们的义工就穿上这个制造的海报，我们就在小贩中心走啊，就吸引公众的这个注意力啦。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新闻就慢慢被炒热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新加坡越来越多这个外来移民，最多陪读妈妈陪小孩子从中国来新加坡求学的时候，所以这个案件轰动2国再加上这个后来被抓的人是在马来西亚人，可以讲是轰动3个国家。寻找失踪的黄娜刻不容缓，警方调派70多名警员翻找批发中心超过1000个冰箱，还有储藏室，还传召上百人问话。不要再下去了，你看没有东西了，那边全部树。所以每天这个母亲呢就到处去，好像无头苍蝇这样，那么看到有庙有教堂，他就进去拜拜祈祷。所以说，越来越多民众加入之后呢，我们记者也跟着他到处去了。白天再找比较好。这样很危险。黄娜失踪第11天，警方发布寻人通告，寻找果菜批发中心的包装员卓良豪，又称阿豪。他曾被传召2次，并答应测谎，却在前往警局途中潜逃。阿豪跟警察说，黄娜的妈妈得罪人，黄娜是被黑帮掳走的，但是他却一再改口。果菜中心朋友亲戚，他们认为阿豪是智商比平常人低的。另外一点就是他非常疼惜这个黄娜，所以当时警方也没有怀疑他，只是立场的请他去问话，但是可能在问话当中呢，就找出一些毛病。阿豪也知道，那么阿豪就跑了。我们接到了一个公众的电话，这个女士呢，说是阿豪的朋友，她就跟我说：“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用在新加坡找了，阿豪已经过来了，他刚好打电话来找我找路钱呐。”就是说他要回家，那我就问他了，他在哪里？就是在槟城。极有可能知道黄娜下落的阿豪，在槟城暴露行踪，引起当地媒体注意。槟城记者通过朋友安排，正采访阿豪家人的时候，碰巧阿豪打电话给这位朋友，
记者就和他对话了至少10分钟。我来自马来西亚一家报馆的记者，从事这行业已经25年。我们访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逃回来马来西亚？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受不了警方的侦查的态度，为了要见家人，为了见孩子而逃出来。我们有问他，你这样子逃出来，你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然后你要光明正大的走在这个社会，你要怎么样处理你这个首尾啊？然后他就有回答我们说，只要他不再被警方严厉的问话，他就愿意自首。他很冷静的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他还会自己补充他要讲的一些事情给我们知道。他说我只给他芒果后，我都没有再见过黄娜了。但是他去怪黄娜的保姆，为什么黄娜妈妈委托你照顾孩子，他竟然到晚上失踪了，你才来发现，这样子你的保姆都没有保护到黄娜，为什么你来质问我阿豪黄娜去哪里？卓良豪在槟城考虑出来自首的当儿，新加坡那里也有动静。My name is Tan Wai Fan. I'm the Senior Consultant of Biology Division, 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 I was the Director of DNA Profiling Laboratory from 1994 to 2009. 有一个傍晚，警察有打电话叫我。他说：“你可以下来吗？”我说：“可以，因为我自己那时也是有女儿，我要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破这个案。”卫生科学局人员在果菜批发中心卓良豪老板所租用的一个储藏室，有不寻常的发现。就好像这个房间有一个小房，他们没有看到是血迹，是我看到那个血迹。所以我叫他们明天你立刻送进来，我尽快帮你们做出一个 DNA。那么我们做出是一个女性的 DNA， 我们就立刻跟警察说：“你快点拿王娜母亲的 blood 给我比对。”过一天晚上做出来的2滴血迹的 DNA 是跟王娜的妈妈有血缘的联系，所以我们就立刻跟 police 通知这件事。卓良豪在黄娜失踪第20天自首。阿豪他是在他的父亲跟一个蛮有身份的朋友带领下，一同前往警局自首。是阿豪父亲牵他回来的吗？阿豪的父亲是认为你既然没有做，你就应该要澄清。曾经有跟阿豪接触过的人他们都还是很相信，以阿豪的那个温和的性格，不可能会成为一个残暴的凶手。记者谢崇文有旧邻居和亲戚在批发中心工作，为他提供一些独家新闻。有人从 CCTV 看到，之前阿豪在店里面拿这个包装纸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要拿这个包装纸是要干什么，要包货物还是要什么。后来法庭审讯之后才证实，原来当时就是这个包装纸是来包尸体。当时是阿豪骑了摩托，用箱子载着这个尸体，从这个山上面抛下来，抛到那山坡那边。黄娜的尸体在这个山坡上被发现，原来阿豪就住在这个山坡对面的祖屋一个单位，所以他对这个附近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他选择这地方其实是有道理的。阿豪一回去新加坡，第2天他就可以带警方去找到黄娜的尸体，所以这里的支持他的亲友都无言。为什么在他们心中的阿豪跟在新加坡的阿豪会相差天与地？失踪21天的黄娜终于被找到。
一个50乘40乘30公分的普通纸箱，隐藏什么致死的原因？ To find a body that's still pink, still fairly good condition, it's very unusual. I have not seen such a process in my career over 30-something years. 山里是短短的2天内，根据我们知道的，他在第1天的时候就收到大量的捐款，据说他们有好几个箱子装满满的钞票。 在2005，当时我是刚刚当律师的，在我波波苏巴士律师楼做工。苏巴士觉得这个是不应该被吊死的一个人啊。 The search for missing 8-year-old girl Huang Na has come to a tragic end. Police. 2004年10月10号，女童黄娜打长途电话给妈妈，说要买电子字典和拖鞋。午餐时间，她在批发中心附近的咖啡店，之后就不见了。21天后，警方在卓良豪带领下起回黄娜的尸体。 黄娜的这个藏尸案为什么这样轰动？主要也是因为相隔了差不多10多年没有发生过这种失踪了、给人家谋害，而且藏尸企图毁尸灭迹的案件。 I'm Dr. Paul Chui. I'm from the Forensic Medicine Division of the 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 I was a crime pathologist on call when Huang Na's body was found. I remember this was a Sunday morning, and we were able to conduct the examination in the afternoon. She was curled up like a ball, quite compact, hands and the knees together, what we call a knee chest position. Then her body was in a bag, a big plastic bag, and it was knotted at the top. So the plastic bag was inverted, put into another plastic bag, and then another knotted again, and this was repeated such that there was a total of 9 plastic bags. Her body was still pink and the injuries were still fairly distinct, and that we could make out all the injuries. This is rather unusual given that in our climate, in our context, if a body had been left out in the open, decomposition will be quite fast. My thoughts are basically because she was of small build, her body cooled very fast in a very cold environment. She was well preserved in a plastic bags in a box, and then put in undergrowth. That basically slowed down the whole entire process altogether. 法医在黄娜嘴巴的部位发现5处伤痕，死因是急性呼吸道梗阻。公众也好奇黄娜是否遭性侵，对此法医找不到确实证据。一个小孩子才8岁，而且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突然间失踪，最后证实是被杀，大家都是会有同情心。公众的反应是蛮激烈的，当时有筹款啊什么来处理他的后事。那么你由那个轰动的程度你可以知道说，一般大众的情绪是相当激动的。卓良豪的案子由苏尼尔的伯伯苏巴士辩护。我的名字苏尼尔，我是个刑事律师。全部人都知道我伯伯是个很出名的刑事律师。当时阿豪的父母亲是来找苏巴士帮他们的儿子阿豪。我们辩论的是这是意外，控方的理由是他故意的杀人。我第一次去看阿豪的时候，苏巴士讲是一个不正常的笑容。他说东西坦白讲没有那么紧张，我觉得他是很老实的解释东西给我们听的。根据卓良豪的口供书，
他和黄娜在储藏室里的小办公室玩捉迷藏。他捆绑黄娜的脚踝之后离开一会儿，给她时间躲起来。随后他回办公室，却听到沉重的一声撞击。开灯之后，他宣称看到黄娜倒在地上痉挛，嘴角有血，叫他又没有反应。阿豪说，他想起在电视节目看过的，就用手在黄娜的后颈劈了3次，企图让她短暂昏迷再清醒过来。这不管用，不知为什么，他就用手掐她脖子，导致她脸色发灰。他移动黄娜，这时黄娜不停打嗝，阿豪感到害怕，用黄娜自己的外套盖住她的脸。我们找到的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精神医生，他发出来的报告是讲他有 paranoid delusions， 有 schizophrenia， 这个是最大的原因。为什么阿豪没有在庭上给证据？卓良豪的律师以他有精神病为理由，不让他在庭上抗辩，再通过精神科医生的供证，争取减轻犯罪责任。如果有精神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被告的做法，他的行动，谋杀案应该调到误杀案。OK， 所以是第一个 strategy。第二个 strategy 是 causation。causation 的是当时发生的东西有没有直接使到受害者去世。好像如果我用一个刀插你的头，你死掉，是 direct causation。如果好像不小心打到，就是不是直接使到人家去世，就是 indirect causation， 就是意外，被告不应该被判死刑。I'm Dr. Jacob Rajesh. I'm a senior consultant psychiatrist. So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has got these 3 limbs. First limb is the abnormality of mind. So the court should first opine that the particular offender had abnormality of mind. So that's limb A. Then you have limb B, whether the abnormality of mind was caused by a mental disorder arising from an inherent cause or from disease or injury or from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hat's a limb B. And then you have limb C, which is the abnormality of mind caused by the mental disorder substantially impaired hi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ffense. So if all these 3 limbs are satisfied, then the court can give a judgment saying that this particular offender had evidence of 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 辩方精神科医师转述阿豪母亲的说法，阿豪案发前2年出现自言自语和对着自己笑的古怪行为。再综合阿豪在黄娜失踪后举止失常，诊断他案发时精神分裂发作。可是控方精神科医师以心理卫生学院的观察报告、阿豪同事的供证等等为基础，驳斥这个说法。Schizophrenia is considered as a psychotic illness. The symptoms have to be there at least for 6 months to make a diagnosis of schizophrenia. It's very, very unlikely or very rare for someone to have schizophrenia only at that time of the offense and not have schizophrenia before that. 法官认为阿豪没有精神病，不接受罪责减轻，判卓良豪谋杀罪名成立。阿豪的案子提交上诉庭，3名法官对是否该判死刑，罕见的意见分歧。苏巴斯他在他的书里面都讲，如果最高法庭是讲2-1的话，应该被判比较轻一点的控状。可是2-1也是 majority， 对不对？杀人者死啊，不是说随便判的。那么它当然是包括很多因素。阿豪好像是选择沉默。据我采访这个一个短时候法庭的经验啊，比较吃亏的是什么？就是任由法官根据证据来判决啊，这个就会比较吃亏一点。
我们告诉阿豪，我们会准备那个 presidential clemency， 我们觉得有机会吧。黄娜命案审讯满城沸沸扬扬，和黄娜同样8岁的另外一个女孩的命案，却被多数人所遗忘。我今天的地点呢是在这个郭宾处吴明珠8岁女孩。我们一直在呼吁啦，it's not just also reminding them, but also create more awareness of the case and also a message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awareness. 1980年11月19日，吴明珠跟家人说她要去买零食。2个多小时后，她的尸体在村里小庙后面被发现。她遭人性侵，死因是肝脏破裂。其实一路来我们都是比较少提起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不想我们的父母伤心，很伤心哦，尤其是爸爸哦，他皮包里还藏着的照片，时不时都拿出来看哦。My name is June Fong, and I'm a forensic psychologist. In some cases whereby the deceased died under very sudden, unnatural, and traumatic circumstances, the family members may be preoccupied with thoughts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death. They may even blame themselves for not having done enough to stop the incident from happening. When we ask, if I had a magic wand that can wipe away your pain, take away all the memories of this person, would you want me to do that? You'll be surprised. Many times they hesitate because to them, letting go of the offense, letting go of the case also means letting go of the relationship.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y struggle with. 明珠的哥哥宣称，警方没有联系他们，直到2021年，罪案图书馆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家人重新报案，终于得到警方还在追查的确认。也在那个时候，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员跟罪案图书馆联系上，他还记得当晚所见。I noticed there are some like marks on the neck where she was lying on that. There's a slight depression on the ground, which I assume it must be somebody, an adult or somebody big size who actually exert a lot of pressure on her. 从遇害到被发现，最多不过2个多小时，凶手干案应该有迹可循。其实我们不可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1980年是怎么做现场勘查的，是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 DNA technology。因为现在是说我们讲要看微量的证物，要慢慢的采集，看他的身体上有没有细胞，有没有毛发。当时候不是这样的嘛。如果交给现代法证人员处理，能找到哪些证据揪出元凶？很多人都认为尸体不会说话，其实是错的。尸体有太多的话说了，肢体语言、姿态语言、衣着语言、表情语言、伤势语言、证据语言等等。在吴明珠这个案件，她的尸体跟我们说了很多话。我们是幸运的一群，我们也是可以陪我们的父母看他们变老。But what about this group, right, whose families is impacted by the word missing, right? They are not able to enjoy all this. 一名8岁女孩的尸体在甘榜小庙后面被发现，凶手逍遥40多年，沉冤未雪。尤其他的父亲啦，当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就问我，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在那个就是村子里面，其实住了这么
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会忽然间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失踪2个多小时，吴明珠就不幸遇害，并惨遭性侵，下手残暴迅猛，行凶者是个怎么样的人？ So when we look at the research on sexual homicides of children, there are people who sexually abuse children, and of those, only a small number would progress onto homicide. Because the sample size is so small, it's also very hard to draw any definitive conclusions. They tend to have a higher level of what we call psychopathology. The most common one would be what we call pedophilia. In certain cases, we find that the perpetrator is unable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of his own age. They might feel rejected and get angry and bitter about that. And as a result, they might identify more closely with children because children are naturally more trusting, more innocent. 吴明珠的干榜都是老邻居。如果说干案的是心怀不轨的熟人，他怎么掩人耳目？现代法证科学如何提供必要的线索，以进入这位隐形凶手的真实世界？ So this is the house of Goh Beng Chu. She stayed with her family. And with her elder brother, what happened was that at about 8 p.m., both of them left home. 吴明海踏出去就往右边走，炒粿条档在那个方向。明珠只需要过马路到住家对面的零食店。明珠的妈妈当时在零食店，可是她背对着女儿。约晚上10点40分，明珠在小庙的位置被发现。 So actually, it's a pretty small window of time between 8-something when she left the house and when her body was discovered. And if we look at the proximity, this is very nearby. Oh, okay. So there's a short slope down. Right. And this is the main road. And at the main road, you just walk a very short distance down. Between the house and the temple is about 100 meters. This was in the 1980s, where the villagers are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So any sign of a stranger would have aroused suspicion. So the perpetrator was likely to have known the victim, Goh Beng Chu. So if she was out on a mission to get tidbits, why would she follow someone to a place like this? And we're looking at a temple. Yes. No one goes to the temple at night. You know, she is smart. I also read previous reports that she had been previously approached by a male stranger, but she refused to follow him. All the more. All the more. Yeah. So this tells us that she must have been forcefully abducted sometime when she was between here and here, or she might have been lured away by the perpetrator. There'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I wanted to know, why is it that the perpetrator left Goh Beng Chu's body intact? Wouldn't he be afraid to be found out? He may not have had time to act upon it. I noticed that the body also was kind of found intact, albeit with some defensive wounds on it. This might also suggest that the killer could emotionally identify with the victim. There is some sort of emotional congruence. He might not want to mutilate the body, which we do see in some more extreme cases where the killing has elements of sexual sadism. Most perpetrators are not so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s wrong. However, they undergo an internal process whereby they're able to convince themselves that what they're doing is okay, for instance, that the victim deserves it, or that, you know, the victim is a child, he or she might not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anyway, and therefore I'm not really hurting the child. 凶手身份是个谜，可是吴明珠的最后时刻，法证人员却看得相当清楚。他的死亡报告告诉我们几样东西。第一，他休克和出血，那是因为他的肝脏破裂。一般人的内脏不容易出血，那为什么吴明珠那天他的肝脏会出血呢？一定是受到很大的攻击力，有人很大力的压住他，还是他就被拳打脚踢？吴明珠的手和脚
为什么有淤青？那个挟持的人压住那个手，压住那个脸，压住那个颈项，压住下面的脚，就是因为他那天他要反抗，就很多挣扎。行凶现场物证俱在，向凶手步步逼近的方法，就是借助先进的现代法证科学。那假如呢，嫌疑犯抓着了受害者的衣服，那么嫌疑犯就会把他的指纹呢放置了在那嫌疑犯的衣服上面，我们就可以用 IND 喷置在这物身上。那喷置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这物件拿到烘炉里。放进烘炉，它能加速那个化学的反应。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看到了5只手指，还看到它的掌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荧光片，就可以很容易的采集那个指纹。如果在1980年代的案发现场找到鞋印，采证人员一般只能通过拍照来搜集证物。现在的技术则更有效。那我们今天可以利用的科技呢，就可以收集到3D 鞋印。首先，我们就可以利用 Dental Stone 直接导进这鞋印。那从这3D 鞋印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细节，还有鞋子的品牌，当然还可以看到鞋子的大小。在我们法证科学有一句话：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肉眼看不到，不代表证据不在现场。时间推进到2004年11月8日，黄娜出殡，有上千个新加坡人送她一程。我选这个公墓给黄娜，因为她有这个平顶啊，我们可以放很多那个洋娃娃再放在上面。我也问她妈妈，她妈妈说蛮美。免费包办丧礼的是本地知名殡葬业者郑海传。我本身进里面抱她出来嘛，没有味道，什么都没有。这个小孩子真的很特别。过了20多天也没有腐烂。做葬礼呢，说妈妈不可以拿那个照片，那叫我你跟他最好你帮他拿咯。我坐他的车，棺材车前面送到去烧了为止咯。要推进去的火化的时候啊，他爸爸妈妈喊好大声啊，哭啊！哎呀，我的女儿啦，我的女儿啦，这样。在彼岸的马来西亚槟城，卓良豪的家庭为他被判死刑而备受煎熬。我记得我有问他为什么你回来，他说爸爸讲我无罪就回来了。很少人会愿意自首，他是以为回来新加坡他可以轻判自己。被判谋杀罪之后这个豪富就到新加坡来，也收集了很多民众的签名。后来被判死刑之后，也希望我们总统特赦他。可是最后我们也不成功了，他们很伤心啊。阿豪过后也是被判死刑。站在这个受害人家属的立场，认为说凶手应该一命偿一命。阿豪被吊死之后，我们有去他的 wake。Subais 之前代表很多被判死刑的被告，他都没有去他们的丧礼。可是这个 case 留了那么深刻的印象。Subais 破例出席去阿豪的丧礼。阿豪的 case 给他一个很大的不满意的感情啊。所谓入乡随俗你要在这边生活，你就要遵守这边的法律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杀人者死，贩毒者死，开枪者死。因为Subais也是很同情阿豪的父母亲
阿豪从头到尾都很感激我们帮他啦，他懂我们没有收律师费，他懂我们相信他。最后父母亲也是很感恩嘛，对不对？送了水果，冰城来的水果，可是他们失去了儿子了。如果现在这个凶手就在我们面前，我会跟他讲说，我们这些日子也是过得相当的悲痛啊，我们是悲痛的很久了。其实他是应该跟警方自首，这个是我觉得给他最直接的一个答案。你可以通过 Millicent 应用程序、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更多真实奇案。